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侯明昊妖王装杀封热搜，谭松韵首闯仙侠圈，这剧要捅破古偶天花板。仙侠剧的叛逆者来了。凌晨3点，我被逍遥的片花炸得睡不着觉。谭松韵一剑刺穿侯明昊心脏的镜头，配的 BGM 竟是花千骨的年轮。谭木瞬间癫狂，赵丽颖客串的是白子画转世吧？这年头，敢在仙侠剧里玩回忆杀核弹的逍遥算头一个。谭松韵的精分式演技，从甜妹到疯批。当别的古偶女主还在3届谈恋爱，谭松韵已经带着双面人设杀疯了。宁安公主大婚当日首任妖王，金丝凤冠下的泪痣藏着淬毒的爱意。逍遥闯祸精少女被骂半妖杂种，却能笑着把妖丹当糖豆嚼。最绝的是两世反差，前一秒还是直剑捅人的冷血公主，镜头一切就成了叼着狗尾巴草的野丫头。导演放话，他拍戏时随身带2个保温杯，装不同声线的润喉糖。侯明昊内娱终于有会妖的男演员了。别的仙侠剧男主披个白发就叫妖王，侯明昊直接重塑妖界美学。破碎赶杀阵，被封印时血管爬满冰裂纹，像打碎的唐三彩。妖王时尚，战损装香针血魄，眼尾鳞片随情绪变色。眼神细暴击，看逍遥时瞳孔会皱缩成树瞳，兽性本能藏不住。有场戏他徒手捏碎情敌心脏，血浆溅到谭松韵脸上，观众却刷屏，变态的好带感。赵丽颖的核弹级客串，仙侠回忆杀完明白了。当玉里神拳浮现花千骨符文，赵丽颖一袭巫女袍现身，老粉集体泪崩，这是花千骨给南疆后人托梦吧？剧场误爆料，赵丽颖客串当天，横店外围了3层代拍。她拎着保温杯溜达到谭松韵房车，两人对着剧本狂飙重庆话，把洪荒之力说成雄起之力。反套路仙侠，把老梗碾碎重组。逍遥的编剧绝对是个仙侠叛徒，女主捅男主，第1集就上演诛心名场面，比东宫更狠。半妖设定，逍遥能生吞妖丹，伤口自愈时皮肤会浮现鳞片纹路。反派法则，没有无脑黑化，人族长老喂饱苍生给孕妇下蛊。最戳我的是世界观设定，玉里神拳不是许愿池，喝过的人会变成活体祭品。当谭松韵为救侯明昊痛饮神拳，谭木哭喊，这哪是开挂，分明是诅咒。路透比正片也，全网扒出的隐藏细节。显微镜女孩已扒出3大爆点。服化道疯魔，谭松韵的公主嫁衣绣满山海经凶兽，暗喻与魔共舞。动作戏封神，侯明昊妖化打戏参考敦煌飞天，威亚丝带足有18米。台词暴击，我妖族儿郎的命，不比你们人族的香火贱。这句词过审时被标红3次。仙侠剧的自我救赎。当逍遥放出谭松韵生啃妖丹的花絮，隔壁剧组还在拍仙女吐血像和唐江，这差距比诛仙台到人间还远。或许仙侠剧真该学逍遥，少搞3生3世，多挖人性挣扎，扔掉塑料头饰，让血脉长出真鳞甲。与其让女主为苍生死，不如让她为所爱捅破天。写在最后。看着谭松韵在片场裹军大衣啃烤红薯，恍惚想起当年赵丽颖在花千骨片场嗦泡面。仙侠剧的轮回真有意思。10年前，赵丽颖用包子脸杀出血路；10年后，谭松韵带着半妖少女逆天改命。或许所谓爆款，从来不是特效堆出来的，而是这群戏疯子用真心换的。当逍遥放出逍遥为红叶挡天劫的片花，我信了，仙侠剧的魂还没死透。